柔弱的女子不能握枪，她偏要一枪击毙家暴成性的丈夫。做笼中雀还是争自由？去投案还是逃亡？一枚硬币的正反面，掀翻西部片男权规训。她不再等待被拯救，而是主动书写自己的命运。罗马郊外的马场，尘土被烈日烤得发烫。看台上，乡绅埃尔克莱·卢佩正襟危坐，他年轻的妻子罗莎坐在一旁。缎面长裙下的紧身胸衣宛如一副温柔的刑具，每一次呼吸都像是与无形的双手搏斗。丈夫察觉到她细微的蹙眉，只侧过头，用只有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道：可是罗莎的心早已飞越看台。水牛比尔的剧团正在沙场中央上演着美国牛仔与原住民的故事。果然，表演结束，罗莎就迫不及待地找到水牛比尔，想知道他的这些故事是编撰的还是实际发生的。水牛比尔还未回答，一片阴影便笼罩下来。埃尔克莱步履沉稳地插入2人之间，年长妻子30岁的面容上带着不悦的神情。他接受不了罗莎接近任何男人，不论缘由。为了展示自己绝对的掌控，埃尔克莱在与水牛比尔交谈的时候，让罗莎成了他展示权威的传声筒，被迫在他向往的英雄与他现实的囚笼之间搭建一座屈辱的桥梁。埃尔克莱手中也有牛仔，他想同美国牛仔一较高下。水牛比尔自信应战，全城的赌注都压在了本地牛仔身上，但无人知晓，就在赛前，埃尔克莱找到了即将上场的牛仔桑蒂诺。Oggi fai quello che dico io. Oggi cadi. Con tutto il rispetto, mezza provincia ha puntato su di noi. Io no. 面对狂躁的野马，美国牛仔纷纷掉下马背，输到比赛。轮到桑蒂诺上场，他虽然强硬，但也能读懂马儿的心。最终，他也靠着这份纯洁的心灵战胜了狂躁的白马。死寂，然后是海啸般的欢呼，人们为这不可思议的胜利疯狂。看台上，埃尔克莱的笑容彻底碎裂，他死死盯着沙场上的年轻牛仔，眼中翻涌着被忤逆的暴怒。马厩的光线被木兰切割成明暗交错的条痕，干草与尘土的气息至重地悬浮在空气中。罗莎找到桑蒂诺的时候，他正坐在角落里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可是警告还未说出口，埃尔克莱就从他身后的阴影中缓步显现，像是早已算准这一幕，吐露出早已准备好的罪名。他认定罗莎就是一个贱人、娼妇。那一记耳光沉重而精准，将罗莎整个人灌倒在混杂着马粪与干草的地面。像是不够爽快，埃尔克莱接着又说，不管是牛仔还是女人，不过都是他从泥潭里打捞出来的残渣。这时罗莎摸出了一把枪，埃尔克莱可能还想着要说些什么，但是所有的声音都被一声短促而沉闷的巨响扼杀在喉间。枪声在马厩低矮的空间里碰撞回荡，罗莎的手臂平稳放下，她看着那个曾经定义她一切的男人缓缓倒地，眼中最后一丝属于卢佩夫人的怯懦，也随着那缕青烟一同消散在了昏黄的光线里。马蹄踏碎残阳，将杀戮与庄园的剪影一同抛入身后的暮色。他们伏在马背上，脊背起伏的线条与地平线融为一体，像是大地本身在呼吸，在逃离。火光跃动间，罗莎坦言，枪是母亲留下的礼物。她说嫁给那个人是人生最大的错误，但现在她深深吸进一口旷野的空气，胸腔里再也没有被勒紧的束缚。一个男人死了，一个女人活了下来。2人本该分道扬镳，各自逃难，但荷尔蒙在空气里纠缠，2个人在荒原上结合。镜头给到了那把枪带着十足的性暗示。与此同时，埃尔克莱的父亲认定这是一场谋杀，他豪掷1000金币悬赏，是要取下桑蒂诺项上人头。由于被猎犬追赶，罗莎2人只能无奈丢掉马匹，通过难走且危险的水路，一路摸到乡间的朋友家中。可是第2天清晨，罗莎却发现桑蒂诺已经不告而别。他自言自语，痛骂自己不长眼，却偶然间发现乡野间已经贴满了桑蒂诺的悬赏告示。世人的偏见根深蒂固，认定女人天生与枪械狠戾绝缘，只当她是被凶手掳走的可怜猎物，是需要人庇护的弱者。唯有罗莎自己清楚，那扣动扳机的瞬间，指尖的震颤与心底的决绝交织，是她为自己斩断枷锁的开始。另一边，桑蒂诺在阴冷的监牢里醒来，身边只有个身份不明、戴着大金牙的陌生人。他没料到罗莎会闯到监狱来找他。他以埃尔克莱夫人的身份出现，手里攥着枪，命令狱卒打开牢门。狱卒满脸不屑，笃定这只是女人的虚张声势。没有人会相信一个柔弱的夫人真的敢开枪。罗莎眼底无波，没有多余辩解，枪声便是她的答复，干脆利落。随着枪声，一声爆破也轰然响起，墙体被炸得粉碎。原来是反抗组织，他们也来救桑蒂诺了。他们被埃尔克莱压迫已久，
听说桑蒂诺敢反抗权贵，便想邀请他加入组织，给穷苦百姓做个榜样。罗莎望着被众人簇拥、眼里闪着光的桑蒂诺，看着他被当作希望般敬重，心底满是欣慰与骄傲。可是几杯酒下肚，桑蒂诺就暴露了本性。他在众人的追捧与酒精的催化下，彻底卸下伪装，唾沫横飞地将杀死埃尔克莱的功劳全都揽在自己身上。言语间的狂妄与炫耀像一把钝刀，慢慢割开罗莎的期待，随即被刺骨的厌恶与失望淹没。他二话不说，转头就走。这是他凭勇气挣来的自由，是他亲手为他铺就的尊严。到头来，这竟然成了桑蒂诺博取喝彩的资本。那些隐秘的付出与决绝，瞬间变得毫无意义。桑蒂诺踩着虚浮不稳的步伐追了出来，面对罗莎眼中的诘问与怒火，他反倒显得坦荡无措。他坦然承认自己窃取了他的故事，语气里却带着几分理所当然。确实，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女人真的会扣动扳机，但这一次，罗莎的眼神异常清明。Ma chi pensi di essere? Nessuno, non sei nessuno, non sei niente, non sei un eroe, niente, se ne fregano di te. 这个夜晚在翻涌的恼火与沉郁的失望中悄然流逝，一阵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便将罗莎从浅眠中拽醒。叛军的老巢终究被人盯上，混乱中连平日里温顺的侍女都抄起了枪，果断扣动扳机。所以到底是谁凭什么给女人定下怯懦不敢反抗的标签？桑蒂诺带着罗莎试图在枪林弹雨里突围，可混乱的人流与密集的火力终究没能让他们脱困。罗莎再次睁眼时，手腕被粗糙的绳索紧紧捆绑着，她置身于一处阴冷潮湿的山洞里。昏暗中，她赫然看见桌子上摆放着一颗头颅，那是桑蒂诺，他心爱的男人，此刻竟然成了一件冰冷的物品。擒住他们的是一对贪婪的兄弟，二人盘算着用这颗头颅去换1000金币，可欲望很快冲昏了理智。为了能独吞赏金，兄弟俩扭打在一起。罗莎趁着他们无暇顾及，奋力挪动身体，捡起地上锋利的玻璃碎片，一点点割开手腕上的绳索。随后，他一把抓起了那颗头颅，趁着混乱钻出了山洞。逃亡的路崎岖难行，悬崖边的碎石硌得脚掌发疼。海风呼啸着溜过耳畔，罗莎抱着桑蒂诺的头颅，脚步踉跄，嘴里喃喃着，像是在试图唤醒早已失去生机的亡魂，又像是在自言自语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荒原上，水牛比尔正牵着马缓步前行，一只黑羽乌鸦好像告诉了他什么秘密。画面转回罗莎这边，他驱散了乌鸦，那颗头颅竟然突然张嘴说话了，声音微弱又带着哀求。罗莎沉默片刻，忍不住吐槽他往日的笨拙与自负，语气里藏着恨铁不成钢。若当初你肯听我一记劝，也不至于落得这般下场。桑蒂诺微微抬眉，却并没有反驳，只是沉默着。水牛比尔循着乌鸦的指引，在一片荒草丛生的洼地找到了那具骑在马背上的无头尸体。尸体在风中微微晃动，透着几分诡异。罗莎的逃亡之路从未停歇，当他穿过一片密林时，竟然再次遇上了叛军首领，他竟然侥幸活了下来。从男人的角度看去，那颗头颅根本不会说话，而是开始腐烂，隐约还有蛆虫蠕动。罗莎与他的对话不过都是他不愿接受现实的幻想。首领死死盯着那颗头颅，眼中满是狠戾，他执意要将其毁灭。他是反叛的象征，绝对不能让人知道他已经死了。他转头看向罗莎，语气里满是嘲讽，指责他这般有钱人家的小姐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反叛，什么是革命。罗莎却直视着他，一语戳穿了他虚伪的面具，然后趁他不备，猛地抽走了他腰间的手枪。Guarda che ti sparo. Stronzate. 这是他对着男人们开的第3枪。夜色渐浓，尘土在脚下飞扬。罗莎再次抱着那颗头颅消失在洞口外。另一边，水牛比尔剧团的编剧正握着笔，将听闻的这段离奇经历一一记录下来，盘算着将其改编成剧本。而罗莎此刻早已疲惫不堪，她看着那个她心爱的男人，希望他们到此为止，再也不见。话音落下，那个头颅终于缓缓闭上了眼睛，不再有任何声响。山间的雾气渐渐弥漫开来，带着清冷的湿气。罗莎洗去了桑蒂诺头上的尘土与腐烂痕迹。当他站起身时，却看见水牛比尔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不远处。水牛比尔的目光落在罗莎身上，带着探究与笃定。他说：“你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受害者。”但是他随即又笑了笑，真相并不重要，人们只是想听一个精彩的故事。只要跟他回去，带着这个头颅，他就会让他们的故事传遍各地。罗莎缓缓摇头，眼神坚定，她不想回去，也不想要什么完美结局。从今以后，没有任何人能再强迫他去任何他不想去的地方。
水牛比尔凝视着他许久，终于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枚硬币，那就交给命运。正面我们来一场牛仔的传统对决，反面我将放你上路。画面突然一转，无人知晓那枚硬币落地时的朝向。罗莎牵着马，马背上驮着桑蒂诺的无头尸体，脚步沉稳地向着来时的方向走去。他清楚，想要真正挣脱束缚，获得自由，必须先以身试险，回到最初的地方。他揣着那颗早已失去生气的头颅，找到了桑蒂诺的父亲，开门见山便索要那1000金币。老人脸色铁青，拒不松口。贱人，娼妓！老人气急败坏的咒骂，污言秽语脱口而出。但罗莎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，眼底毫无波澜。旁人的评价早已是他生命中最无关紧要的东西。老人仍不死心，放狠话威胁，说定会派人抓到他，亲手将他宰了。罗莎本来还想留给他几分体面，听见这话便觉得全然不必了。L'ho ammazzato io, tuo figlio. 他指尖扣在扳机上，在脑海中模拟了一次开枪的瞬间，最终却缓缓地放下了枪。想来这刻薄的人也活不了多久，不必脏了自己的手。是时候告别了，告别他的情人，告别那些自欺欺人的幻想，告别曾困住他的白日梦。罗莎寻了一片寂静的沙滩，他亲手挖了一个坑，将桑蒂诺用沙土掩埋。朦胧中，幻想中的桑蒂诺骑在白马身上缓缓而来，依旧是当初那般桀骜又耀眼的模样，眉眼间藏着最初吸引他的鲜活气息。 Che il tuo viaggio sia sereno. Cowboy. È stato bello scappare con te. 夜色渐浓，罗莎翻身上马。这一次，他没有回头，朝着夕阳沉落的方向纵马驰骋。马蹄踏过荒原，扬起阵阵尘土。从前的他以为能逃到美国便是归宿，如今挣脱了所有桎梏，手握自由，才懂这广阔天地间无处不可去，无处不是远方。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不知道你看过后有什么感觉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。这部电影颠覆了传统的美国西部片的个人英雄主义。传统西部片的个人英雄是主动实践正义、掌控命运的天选之子，就好像正午中的威尔凯恩、荒野大镖客里的无名枪手，他们以暴力捍卫秩序，最终功成身退，强化个人拯救社会的神话。但桑蒂诺他不是主动挑战秩序的硬汉，而是被命运裹挟的牧人。他赢得比赛靠的是本能，逃亡中却尽显脆弱被动。他没有拯救者的自觉，他的胜利源于偶然与他人的推动，并且他还剽窃了罗莎的胜利果实，这戳破了牛仔精神等于主动抗争的叙事结构。同样的，女主罗莎也瓦解了西部片中固有的父权秩序。传统西部片的女性多为等待拯救的符号，她们依附男人存在，强化父权秩序。而罗莎，她挣脱了紧身胸衣，杀死施暴丈夫，逃亡中主导方向，其自由诉求源于自我掌控，而非爱情依附，打破了女性需要男性拯救的类型定式。在和桑蒂诺的关系中，罗莎讲求相互救赎而非依附，她的坚韧与决策力让男性不再是唯一主导，重构西部片的性别权力格局。同样的，罗莎的暴力也挑战了暴力等于男性正义的传统认知，暴力不再是男性英雄的专属特权。再说说这部电影中还有一点让人眼前一亮，那就是画面和背景旁白。当美国西部片踏上意大利的土地，那种粗粝野蛮感便被削减了，蓝天白云，波涛悬崖，多了一些意识的浪漫与诗意，让人观感上直呼新奇。今天的电影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果大家想看另一部修正主义西部片《大地惊雷》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。请小伙伴们点个关注再走。这里是人体大修，我们下次再见。